美国部分政客费尽心机，用所谓台湾牌遏制中国，与民进党当局的勾连戏码一出接一出。以美国参议院所谓有台议员梅嫩德斯为首的访问团周四窜访台湾，将于周五与蔡英文会面。对此，外交部周四警告，美方应该停止美台官方交往，不要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美国众议长佩洛西以感染新冠为由暂缓窜访台湾之后，民进党当局正在卖力邀访。有观察认为，佩洛西若访台，台海危机必升高。台外事部门证实，由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厄姆率领的美国国会两院代表团已于周四晚搭乘美国军机抵达台北松山机场。同行的还有民主党籍的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嫩德斯、共和党籍参议员理查德·德博尔、共和党籍参议员罗伯特·波特曼等，共计6人。蔡英文办公室周四晚消息称，蔡英文将于周五早上11点会见美议员访问团。他们到台湾来，我认为。就是反映了美国现在美国国会的那种氛围，的确是对中国大陆是不友善、不友好的。当然还有了，就国会议员到台湾来啊，很多都有所要求的。民进党上来以后，加速采购美国的武器，所以很多的军火商是希望透过美国的国会议员对台湾施压。对美国政府施压，也对台湾施压，希望采购他们的武器。对于美议员这波窜访，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四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美国国会议员应该遵守美国政府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上周四染疫，推迟了亚洲之行。据报，他原计划10号访台。本周一，佩洛西已经宣布转阴，而民进党当局则正在卖力邀访。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佩洛西是否访台引起各方关注，一旦成行，台海局势预料空前紧张。报道还称，每当美国政府高层访台，解放军绕台频率和强度都会加大，必须慎防擦枪走火与误判。佩洛西是否访台引发各方关注，大陆方面周三再次回应相关问题，阐明立场。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当天指出，佩洛西应该做的是立即取消，而不是推迟有关访问。对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中方将坚决回击。上周四，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通电话时，曾就媒体报道佩洛西将访问台湾一事指出，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做出坚决反应，一切后果由美方承担。这是拜登政府执政1年多来，中方在台湾问题上对美方做出的最严厉警告。站在北京的立场来讲的话，这就是刺激，这就是挑拨两岸关系，要故意刺激中国大陆。那从这一点来看的话，那两岸关系就会变得更坏，更难改善。香港中评社分析认为，1年多前，特朗普政府执政末期，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和国务卿蓬佩奥等都曾计划窜访台湾，后都在中方的强大压力下取消行程。如果佩洛西不取消窜台，中方的正告警告都会一直存在。佩洛西若访台，反制必升高。中国大陆已发最严厉警告，相信中方已备妥强力措施，随时作出回应。民进党当局近日还开启新一轮自嗨模式，由台湾方面所谓友邦帕劳主办、美国协办的第7届我们的海洋大会，邀请台方派人参加。帕劳是台方仅剩的几个所谓友邦之一。对于这一所谓国际会议，民进党当局大肆鼓吹，由台环保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张子静作为所谓领导人代表出席，并吹嘘为史上最大层级的重大涉外突破。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三回应此事时表示，中方不承认张子静是所谓的台湾特使，美国和帕劳允许台湾当局官员出席有关会议，将制造2个中国，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国和帕劳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分裂势力提供任何舞台。我们也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在国际上搞所谓突破的图谋，
终将失败。台湾联合报的评论就指出，此次事件背后更大的问题是电报外流是否影响台美之间的信任，以及是否有人不满民进党当局过度宣传所谓台美关系涉外关系突破，而刻意让电报再次提醒外界，台湾所面对的国际现实，无论美国对台支持多强劲，双方关系多坚实，不能忘了美台始终保持非官方关系，且美国政府遵守一中政策。让台湾去参加，那这个说实话，也增加台湾的曝光度，但是它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至于说民进党沾沾自喜说好像成绩有提高，我是认为民进党是有一点自我安慰了，因为他知道这次很多人是失望的，认为说帛琉跟台湾这么要好，我们也捐过很多的钱给帛琉，连介绍的时候都没有办法提，所以这个是比较让民进党政府觉得尴尬的地方。好，相关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对于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梅嫩德斯以及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厄姆于周四率团访台一事，您怎么看？我个人倾向于认为，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组成的参议院代表团今天抵达台湾这件事情，很有可能跟早前传出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率团访台的消息是有密切关联的。也就是说，正是因为佩洛西访台这件事情被紧急喊停，才有美国参议院代表团今天的窜访。或者换句话说，由于各种各样复杂的原因，佩洛西无法登台演出，美方才不得不紧急派出参议院代表团临时登台替代佩洛西，其目的一是为了安抚蔡英文当局以及导入独派势力的失望情绪，二是要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方式来向外界表明，美方并没有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大陆屈服。反正总而言之，美国参议院代表团今天访台，极有可能预示着佩洛西窜访台湾这件事情被搁置了。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美方喊停佩洛西访台这件事情之后，昨天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女士站出来说话了。她先是警告中国不要突破西方对俄罗斯经济封锁与制裁，后又要求中方利用跟俄罗斯的特殊关系来做一些积极的事情，帮助结束这场俄乌冲突。耶伦的这一喊话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它意味着美方先是通过特定媒体放话说佩洛西即将访台，后又以佩洛西感染新冠病毒为由暂停相关行程，以及在佩洛西结束隔离且病毒检测已经由阳转阴之后，仍然不再提及佩洛西会否继续亚洲之行这件事情。它真的极有可能是美方一次敲竹杠式的骚操作，目的是企图通过无中生有、主动挑起台海局势的方式来撬动俄乌局势与中俄关系，或者说美方最终的目的是要以佩洛西听从中方建议临时取消访台这件事情来换取中方的投桃报李，在俄乌局势上顺从美方的意志，跟美方合作。假如我的这个判断是准确的话，那也就意味着佩洛西访台这一夜并没有真正翻篇，台海局势也没有真正风平浪静。未来佩洛西是否还会窜访，以及台海局势会不会再起惊涛骇浪，还要取决于俄乌局势以及中俄关系的未来发展。假如美方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仍然有可能会重新挥舞起手上的台湾牌。蔡英文当局宣称，其派出环保署负责人以所谓的官方身份出席在帕劳举行的我们的海洋大会，是其在外事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那对此您又怎么看呢？我觉得蔡英文当局要面子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那也得有个度，你总不能不顾事实与真相，在自己的脓包上贴一朵花，然后就说自己长得艳若桃花。事实上，美方是为了避免在台湾问题上过度刺激中方，尤其是在乌克兰问题上有求于中方，需要中国的帮忙，才会破天荒地要求蔡英文当局
在出席帕劳我们的海洋大会时，不得使用岛内现政权的名义，甚至要求台方避免在会场内及官方名册中使用任何具有主权象征意义的符号，而且连所谓的蔡英文特使的名衔都不能使用，而仅仅是允许他们使用台湾这个称号。美方的真正用意是不能让外界，尤其是中国大陆觉得台湾是一个所谓的国家，而仅仅是一个地方。事实上，这样一个做法不仅有违于美方长期以来一直标榜与奉行的美国版的一中政策，而且对蔡英文当局来说更是一种公开的打压和一种羞辱。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蔡英文当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对外宣称这是他们在外事领域内的一个重大突破。因为他们长期以来推行台独的目标，就是要推翻或者说是架空那个曾经有中国国民党创建的岛内现政权，并且以台湾2个字取而代之，这样他们就实现了赤裸裸的台独。在这种情况下，美方要求蔡英文当局在出席我们的海洋大会时，不得使用岛内现政权这个称号，而只能使用台湾这个名字，也就正中了他们的下怀。他们把这个当成了台独正式招摇过市、登上国际舞台的一个所谓标志性事件。而这种歪打正着被蔡英文当局反向利用的事情，这背后一次再度反映出了台湾问题的复杂性与政治定位问题的敏感性。你要是不准他们使用岛内现政权的名号，他们就偷梁换柱搞台独，企图以台湾来取代它。二是反映出了美方官员对台湾问题的复杂性与敏感性缺乏必要的了解，他们误以为只要以台湾这个称呼来取代岛内现政权，就是在对中国大陆展现善意，却不知道自己被蔡英文当局利用了。鉴于这样一种情况，我认为中方有必要提醒美方，以后碰到这样的场合，应该要求蔡英文当局要不使用中华台北这个名称，要不就直接使用中国台北这个名称。好，谢谢刘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日前发表了一番对中国充满威胁意味的讲话。他宣称，中国应该帮助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军事行动，否则中国将失去在世界上的地位。他还警告称，如果试图破坏西方制裁的话，将面临经济后果。对此，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表声明称，中国坚决反对将中俄关系与乌克兰危机联系起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强调，反对针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猜忌，更不接受任何施压和胁迫。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当地时间周三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演讲时发出所谓警告，他宣称热切希望中国能利用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来说服莫斯科寻求结束这场冲突，并指责对这场战争坐视不管的国家目光短浅。据路透社报道，耶伦还表示，美方呼吁对俄罗斯采取坚决行动，而中国如何响应很可能会影响世界对于中国的态度以及进一步拥抱经济一体化的意愿。他甚至语带威胁，声称对于就国际制裁俄罗斯行动保持观望的国家来说，任何削弱制裁的行动都将触怒美国及其盟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四对此回应称，坚决反对任何对中方立场的歪曲和抹黑。赵立坚介绍，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中方一贯坚持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认为处理国际关系不应有双重标准。乌克兰的主权安全应当得到维护，俄罗斯的合理安全关切同样应该得到尊重，欧洲的和平稳定值得捍卫，其他国家的和平稳定同样值得守护。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的是建设性作用，我们主持的是公道，谋求的是和平，着眼的是长远。中方的立场同大多数国家的立场和愿望是一致的。我们反对针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猜忌，更不接受任何施压和胁迫。时间终将证明，
中方的主张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也通过路透社发表声明，表明中国坚决反对将中俄关系与乌克兰危机联系起来，强调中方致力于劝和促谈。新加坡联合早报注意到，耶伦发表此番讲话的场合是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该机构成立于上世纪60年代，旨在推动对北约和集体安全理念的支持。有观察指出，此次讲话代表着耶伦担任美国财长以来针对中国最为严厉的表态，因为就在上个月，耶伦在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一档节目中还曾表示，因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而制裁中国，在这个时候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合适的。实际上，即使在周三当天的讲话中，耶伦也出现了表态前后矛盾的情况。据德媒报道，耶伦在讲话后的问答环节中话锋一转，强调美国需要与中国努力合作，以避免出现两极的全球金融体系。美国现在以价值观、政治制度为这个理由来挑逗中国与欧洲、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这种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来这个重构全球产业链，企图将中国与世界割裂开来的做法，我觉得是一种这个非常阴险的，或者说为了美国一己利益，它对于全球经济、对于全球的经济增长来说是一种挑战。还有媒体在周四的中国商务部例行记者会上提及，有外国商业伙伴要求中国企业表态反对俄对乌军事行动，否则将影响双方正常商业合作。对此，商务部发言人束觉婷指出，俄乌冲突以来，有关国家对俄实施系列制裁，对中俄正常经贸往来造成扰乱。我们重申，中方一贯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反对不当禁止或者限制中国企业同其他国家企业开展正常经贸活动。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好，来关注乌克兰局势，俄乌冲突仍在继续。周三，乌克兰方面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重创了俄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不过第二天就遭到俄罗斯方面否认。俄国防部周四表示，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遭损毁是因为发生火灾导致舰上弹药爆炸所致，并不是被乌方导弹命中。据央视新闻报道，乌克兰敖德萨军政管理局负责人周三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命中了俄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造成该舰严重毁伤。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阿列斯托维奇也对乌媒体提供了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中弹起火的信息。不过，俄方对被击中的说法不予承认。俄国防部周四发布消息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是因为发生火灾，并导致军舰搭载的弹药发生爆炸，才致使该舰严重损毁。目前舰上人员已全部撤离，正在调查起火原因。俄媒进而指出，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一直处于乌克兰海王星导弹的最大射程以外，乌军是向莫斯科号发射了导弹，但是并未命中。俄国防部稍后进一步表示，莫斯科号未沉没，舰上火势已得到控制，正试图将其拖到港口进行维修。舰上主要导弹弹药储备也没有受到影响。莫斯科号原名光荣号，是俄海军3艘光荣级巡洋舰的首舰，1996年改名为莫斯科号。该舰于1983年服役，装备有口径巡航导弹、火山岩反舰导弹、鱼雷、火炮等武器系统。2015年下半年，莫斯科号成为俄海军在地中海常设特遣部队的旗舰，其防空系统可覆盖俄罗斯设在叙利亚的赫梅米姆空军基地。今年2月以来，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一直在乌克兰海岸执行任务。俄乌战事初期，莫斯科号主要在位于乌克兰港口城市敖德萨的外海蛇岛附近活动，并参与占领了蛇岛的支援任务。随后，该舰在敖德萨地区活动。从3月2号起，俄罗斯军舰开始在敖德萨附近执行武力展示任务。莫斯科号以及其他俄罗斯军舰都定期返回位于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军港，而塞瓦斯托波尔确实在乌克兰导弹的射程之外，而且有多层防空系统进行防御。
俄媒还援引2名业内人士称，鉴于莫斯科号拥有强有力的防空系统，该舰不太可能被乌方反舰导弹命中，不能排除人为因素。但2人同时强调，要等待官方正式公布起火原因。之前也发生过，就是俄军的军舰在黑海港口停靠的时候被乌克兰方面这个导弹攻击。乌军实际上对于俄罗斯的这种，尤其是在海上的这种封锁，还是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这也是就是俄罗斯这个海军迟迟没有从这个黑海沿岸大范围的登陆和这个占领奥德萨的这个港口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事件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战争的这种走向。也并不是会一边倒，或者说是这种，能够快速的就分出胜负，可能还是双方的这种军事上的拉锯还会持续。另外，美国政府正在扩大对乌克兰的武器和情报支援。总统拜登周3宣布向乌克兰提供8亿美元的额外军事援助，提升乌军的防备力量。新计划包括11架米17直升机、18门155毫米榴弹炮、4万发炮弹、反炮兵雷达、200辆装甲运兵车和另外300架弹簧刀自杀式无人机。此次新援助将使用总统撤资授权，即总统可授权从美国库存中转移物品和服务，无需国会批准，以应对紧急情况。拜登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后发表声明说，自俄军2月对乌展开入侵后，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总额超过25亿美元。他还说，我们现在不能休息，美国人民将继续与勇敢的乌克兰人站在一起，为自由而战。我们从美军的这种援助也能看出来，他们给予乌克兰的这种无人机也好，反坦克导弹也好，或者是这种榴弹炮也好，实际上是乌军对于这个俄方坦克或者是这个装甲步兵、装甲车这个打击最有效的一些，或者是俄方目标最有效的一些武器。也能看出来，就是美方还是希望这个战争继续打下去，而且这个战争的烈度会进一步的上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周3与美国8大军火商举行秘密会议，磋商加快现有系统生产以及开发新系统的问题。会议的重点是讨论，如果俄乌军事冲突持续数年，美国军火商支援的能力如何，以及促进美国及其盟友、伙伴国的长期战备。此次被邀与五角大楼会谈的8大军火商包括雷神、洛克希德马丁、波音、诺斯罗普格鲁曼、通用动力、L3哈里斯等。深圳卫视注意到，在过去1个多月的战事中，美国制造的军事装备屡屡在各类媒体高亮曝光，比如标枪反坦克导弹和毒刺防空导弹。因此，雷神和洛马被邀与五角大楼会谈，并不令人意外。但波音等公司这次也被邀会谈，不免让人担心，拜登政府是否在琢磨扩大对乌克兰军援的种类，提供更多更先进的武器装备。如果这8大军火商都参与到美国的军援行动中，毫无疑问，不仅乌克兰的战事烈度将比现在大得多，美国和俄罗斯也将进一步走向对峙。日前，针对美国对乌克兰持续提供武器军事援助，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诺夫就警告称，这可能引发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直接的军事对抗。美方还是经过了精心的考虑和计算的那么他们对于这个局势的下一步的走向，保持这个局势的这种热度，保持俄乌的这种局势不断的恶化这是他们的这样一个最深层的这个目的。好，新闻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关先生你好。俄罗斯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爆炸起火，舰上500多名官兵被迫弃舰。俄乌双方对于这一重大事态说法对立。那管先生，您对此有何特别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关于莫斯科号爆炸起火，目前呢还有一系列的悬念待解。首先呢，当然是因何爆炸。那么俄罗斯国防部确认是因为舰上的武器库爆炸起火，但是呢，乌克兰的总统顾问以及南部奥德萨州的州长都在公开宣称是乌方这个巡航导弹袭击得手。那我们知道，此前呢，乌克兰直升机曾经被拍到暗夜越境攻击俄罗斯的燃油库，那也是自苏联解体、新俄罗斯延续国家存在之后首次遭到本土的攻击。但是呢，乌克兰官方当时不回应、不否认，这一次反倒是坚决认领。那么其次就是军舰现在状况如何？按照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莫斯科号的这个火势已经得到控制，并且呢没有沉没。但是该舰能不能复原呢？这是需要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那么因为相关的海域天气恶劣，卫星照片无法追踪莫斯科号的下落，而这一艘舰艇呢，上一次现身或者说被国际卫星瞄上是在上周，地点呢就是在其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母港塞瓦斯托波尔。那么现在我们能确认的是，舰上官兵全体弃舰了。那么这意味着黑海舰队头号明星主力舰遭遇毁灭性的重创。那么鉴于这艘明星舰它配备了一系列反舰防空导弹、鱼雷以及舰载反导防空系统等等，军事专家普遍就认为，类似的大型舰船一旦舰上武器库爆炸起火，基本呢只存在2个选项，要么是主动选择进水来灭火，要么呢就被动选择弃舰撤退。而弃舰撤退这一事态本身呢，也意味着俄军遭遇打响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50天来的最大的战损。我们知道，就在上周，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接受英国天空电视台采访时呢，就首次承认俄军在乌克兰遭遇重大损失，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样一个表态，他是在回应天空台主持人有关俄军伤亡数字的提问。那么此前，俄罗斯也曾经有先进的苏35战机在乌克兰境内被击落，这是呢10多年来的第一回。所以无论从规模或者是影响来看，莫斯科号它遭遇毁灭性的战损都是创纪录的。那么这一重大事态对俄乌冲突会带来哪些冲击与影响呢？外界最担心的俄乌在东部顿巴斯会战会不会惨烈上演？俄罗斯刚刚任命南部战区司令出任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总指挥。俄军呢围攻基辅的这个武装撤走之后，也已经完成了军力重组。那么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黑海舰队的头号战舰遭遇到重创，对俄军战力，尤其是海上战力，当然构成重大损失。对进入邻国作战的俄军士兵，也不可能没有影响与打击。莫斯科号此前呢，在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中，是俄军海上方向的一个攻击王牌。战事之初，围绕蛇岛的攻防就由莫斯科号打头阵。当时呢，莫舰指挥官通令投降和乌克兰方面岛上守军爆出回骂的一段对话录音呢，更是在网上成为了热搜。那么在同类国家之间进行的大型军事冲突中，那么强势一方以大型舰艇从海上发动中远程的攻击，实际上呢是风险和代价都最小的一种作战方式。那么更因为莫斯科号它作为明星舰、王牌舰，它的体量和武器的配置，此前在对叙利亚以及格鲁吉亚的这个军事行动中，莫斯科号呢都曾经作为大杀器登场震慑。因此呢，今天美国 CNN 电视台就援引军事专家做了一个很夸张的类比，强调这相当于美军11艘现役航母中的一艘在战时被击毁了。那么就俄罗斯海军而言呢，更加严重的战损仅限于唯一在役的航母库兹涅佐夫号，或者是装载战略大杀器的俄罗斯大型核潜艇被灭。那么在遭遇这样一个重大挫折之后，在基辅围城目标没有能够实现之后，那么俄罗斯临危受命的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他会不会面临着在东部战场尽快实现决定性战果的巨大压力呢？一旦乌方发射海王星反舰导弹攻击得手被确认，那么更是被看作是乌方的一个重大胜利。CNN 呢称之为 a big advance。海王星它是乌克兰方面参照苏制天王星自研的反舰巡航导弹，去年呢才正式列装乌军。那么如果海王星真的能够突破俄罗斯王牌旗舰防空系统，实现绝杀，那么它对舰的杀伤力之强是毋庸置疑的。俄军舰艇海上的军力布阵恐怕也被迫面临着重大的调整。那么从东部战场态势来看，俄方昨天公布了马里乌波尔乌方过千的守军投降的视频画面，全面拿下一度战事最激烈的这个马里乌波尔城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乌军呢也将会因为俄罗斯海军王牌舰被毁，再获信心和士气的提振，加上呢美西方的国家连日来都在全面提升对乌克兰军援的力度，我想这恐怕都意味着更加血腥、更加惨烈、伤亡代价更加高的这个东部会战是不可避免的。俄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周四在社交媒体严厉警告北约，如果接纳瑞典与芬兰两国，俄将强势部署核武应对。那您对此怎么看？梅德韦杰夫在转岗安全会议副主席前是担任俄罗斯总理，之前还做过4年的总统。
今天路透社发自伦敦的电稿就说，梅德韦杰夫是普京在俄罗斯政坛最亲密的政治伙伴之一，因此梅德韦杰夫他作为俄罗斯重量级政治人士，此时来发声说重话，显然是要因应北约东扩的这个最新的态势，是要强势回应芬兰和瑞典两国的最新的动向。我注意到，就在周三，芬兰女总理明确表态，将在未来数周就是否加入北约做出最终决定。美西方媒体近来都在密集报道，芬兰和瑞典这两个国家基于俄乌危机爆发之后的安全态势评估，有意改变国家中立，选择加入到北约。而刚刚在布鲁塞尔落幕的北约国家外长会上，是否接纳这两个国家已经成为优先讨论的议程。上周普京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接受英国天空台访问时也曾经被问到北约东扩的话题。当时呢，他这样回应说，俄方对芬瑞可能加入北约严重关切，但是呢，并不认为这构成俄方所谓的国家存亡威胁。为什么要提国家存亡威胁呢？这是俄方动用核武的一个前提条件。今天有位阶明显高于总统发言人的梅德韦杰夫出来喊话，俄方显著升级了警告，并且呢，他以近乎摊牌的方式严厉通牒，这两个国家一旦加入北约，将被看作是俄罗斯的正式的新对手。俄罗斯将会采取清醒而且是无情的坚决应对，波罗的海地区无核化就此免谈。俄将推进在夹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加里宁格勒飞地来部署核武。那如果梅德韦杰夫核军力重整的这个警告落地的话，这无疑是欧洲安全态势乃至欧洲安全架构的又一个严重的冲击。众所周知，俄乌冲突的起点正是俄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北约东扩。那么现在的悖论恰恰就在于，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罗斯周边的一众小国，他们的不安全感在显著提升。昨天，波兰以及波罗的海三国的总统联袂到访基辅，就是要表达对泽连斯基、对乌克兰的全力支持。但是呢，俄制的核武一旦部署到家门口，这真的是担心自身安全的这4个国家他们想要的结果吗？都说战场得不到的，谈判桌一定得不到。但是在欧洲如此复杂的地缘大环境下，安全真是打出来的吗？大家不妨拭目以待，尤其要盯紧芬瑞这两个国家迫在眉睫的战略抉择。好，谢谢广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俄罗斯总统普京周四就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形势举行会议，与行业代表商讨油气出口、物流和结算等问题。他表示，欧洲与俄罗斯能源脱钩目前不可行。油气是俄罗斯拥有的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切断阀门可以对欧洲实施打击，那另一方面，俄罗斯的国库收入也将立即减少一半。种种迹象显示，全球经济已经严重受到俄乌冲突的拖累，不少国家正在想方设法自救，但这其中充满了地缘政治的角力。自俄乌冲突以来，普京已经多次召开政府会议，商讨如何应对西方制裁以及稳定俄罗斯经济。在3月的会议后，俄方通过多种措施打赢了卢布保卫战。卢布价格在经历几乎腰斩的重挫后，目前已经回到了冲突前的水平。普京在周2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联合记者会上，对俄罗斯经济运行做出最新判断。他指出，在物流和结算等领域遭遇了困难，经济面临的中长期风险可能增加，但他也表示，不友好的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经济闪电战的企图已经失败。观察指出，普京这次召开的石油和天然气专题会议较为罕见，这也侧面证明俄罗斯石油产业形势严峻。全球最大的独立石油交易商维多集团周3宣布，将在今年年底前完全停止交易来自俄罗斯的原油及产品。维多集团的交易合同显示，俄罗斯石油交易量将从第2季度开始显著减少。此前，石油巨头 BP、壳牌和埃克森美孚都已经宣布将退出俄罗斯市场。多家欧洲银行也停止对俄罗斯能源等大宗商品的贸易融资。原来普京设想的就是西方不亮东方亮，就是在俄与西方的能源贸易下降的情况下，把剩余的产能转向亚太市场。那么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施压，我们认为呢，亚太市场的增长前景暗淡，所以俄罗斯要提前做好应对这个能源出口大幅滑坡的这样一种准备。
俄罗斯能源出口收入减少，但欧洲同样感到痛楚。欧盟大约45%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的管道，其中约1/4经过乌克兰。彭博社报道指出，虽然冲突激烈，但在欧洲、乌克兰和俄罗斯三方共同的努力下，过境乌克兰管道销售的俄罗斯天然气降幅并不大。奥地利总理内哈默在访问莫斯科后于周三表示，奥地利、德国和匈牙利反对针对俄罗斯实施天然气禁运，因为相关制裁对一些欧盟成员国的伤害高于对俄罗斯的伤害。内哈默强调，虽然欧盟已经决定不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但仍需要时间，现在是不可能的。为德国政府提供咨询服务的经济机构近日警告，如果德国失去俄罗斯天然气供应，那么德国可能在未来2年面临2200亿欧元损失，每年的 GDP 将下降6.5%。还有一项测算指出，德国有250万到400万个就业岗位受到负面影响。还有德国媒体最新曝光，该国的天然气储备撑不过下一个冬天。尽管有德国政客喊出了为乌克兰、为自由受冻的口号，但民调显示这一口号很少有人响应。86%的德国民众表示不愿意为乌克兰、为自由受冻。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认为，这样的结果值得人深思。欧洲计划与俄罗斯能源脱钩，这是杀敌一千自损一千的这样一种游戏，对于欧洲来说也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但是欧洲现在迫于安全压力，做出了这样一种所谓这个逐步与俄罗斯能源脱钩的这样一种决定，但是一定会使得整个欧洲的未来经济增长，一定会使得未来欧洲企业的竞争力受到严重的损害。据欧盟执委会测算，欧洲需要至少10年才能彻底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并为此制定了行动计划。但《纽约时报》指出，所谓的10年路线图是建立在欧洲经济仍能延续目前发展态势而制定的。该报反问：难道俄罗斯会坐视不理自己的能源商品丢掉欧洲市场，并且高度配合欧盟设定的缓慢断气过程，以降低欧洲经济的痛感吗？答案显然是不可能，因为在俄罗斯与西方矛盾全面激化的情况下，能源已经成为俄罗斯的武器。只要俄罗斯断气的速度比欧盟计划的要快一步，欧洲经济就会感受到强烈的痛感。一旦俄罗斯断然关闭阀门，那将对欧洲经济造成核打击的效果。事实上，2009年的断气风波让许多欧洲国家仍然胆战心惊。当时俄罗斯指责乌克兰窃取了过境该国输往欧洲的天然气，在乌方拒绝付款之后，俄罗斯切断了阀门，令整个欧洲陷入了严寒，多国出现企业倒闭潮。欧盟在这一事件之后正式将寻找替代俄罗斯能源提上日程，但13年后，欧洲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反而加深了，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美国撕毁伊核协议并制裁伊朗石油。事实上，俄罗斯与全球大部分主要油气出口国关系良好。自苏联解体以来，国际能源价格总在俄罗斯危机之时上涨，这显示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广泛，主要产油国暗中出手搭救。德国南德意志报近日报道，德国政府已经和卡塔尔接触，希望后者提供快速填补天然气缺口的保证。但卡塔尔能源大臣萨阿德卡比表示，该国不打算向德国临时提供超过10%的能源产量，等于是直接拒绝了德方的要求。全球油气价格暴涨，能源已经是卖方市场。卡塔尔也解释称，目前的出口合约和船期都已经按计划排定。虽然欧洲市场占俄罗斯能源出口的约一半，但在亚洲和非洲，俄罗斯能源不缺买家。例如，印度近期就狂买了1300万桶优质俄罗斯乌拉尔原油，而去年全年印度采买的总量才1600万桶。本周一，美国总统拜登和印度总理莫迪通话时，向后者施压，要求印度少买点俄罗斯能源。但莫迪回呛道，印度整个2月的购买量仅为欧洲1个下午订单，有何资格指责印度？印度斯坦时报此前报道，印度这次下的订单很划算，每桶价格比市价低20%，这样的优惠谁会错过？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向深圳卫视指出，除了经济成本，影响印度决策的还有地缘政治成本考量。西方大搞零和博弈，却将成本强行转嫁给其他国家，这是无法令广大发展中国家接受的。将俄罗斯切割出去的这个全球产业链，或者是形成一个所谓的这个平行市场啊，就是一个西方独立的这个产业链和非西方世界的产业链，这对于世界经济而言，将意味着你的生产成本
和你的这个生活成本将大幅上升，同时呢，也使资源的配置造成一定的浪费。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全球化的倒退肯定会使得世界经济，变得更加脆弱、更加不稳定。距离上任还有不到1个月时间，韩国后任总统尹锡悦周四公布最后一批新内阁及幕僚人选名单。他的新内阁18个政府部门的长官人选均已出炉，其中上周刚作为韩美政策协商代表团团长访美的朴振和前驻华大使全宁氏分别获得外交部和统一部长官的提名。韩联社称，近来半岛局势升温之际，两部同时迎来经验丰富的重量级政治人物，他们未来能否为半岛问题找到突破口，并实现韩国国家利益最大化，引起广泛关注。周四下午，韩国后任总统尹锡悦方面公布最后一批新内阁及幕僚人选名单。按程序，所有内阁提名人选均需接受国会听证，但除国务总理外，无论国会通过与否，获提名者都可最终获得任命。而周三公布新政府第2批内阁人选名单，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议员朴振和前驻华大使全宁氏分别获得外交部和统一部长官提名，备受外界关注。现年65岁的朴振被韩媒称为美国通，曾任韩国国会外交通商统一委员长、韩美国会外交论坛会长等职务。本月初，朴振以韩美政策协商代表团团长代表尹锡悦方面对美国进行了为期7天的访问，期间该代表团频繁向美方人士传递尹锡悦加强韩美同盟的政策基调，双方也就此达成共识。而统一部的长官人选全宁氏现年63岁，目前任第21届韩国国会议员及总统职务交接委员会副委员长。他从韩国首尔大学法学系毕业后，曾担任检察官，后共3次当选新世界党国会议员，曾在朴槿惠政府时期担任驻华大使。尹锡悦在提名时表示，全宁氏坚持实用主义外交政策路线，在统一和外交领域拥有专业性和丰富经验，是开创半岛和平时代的最佳人选。韩联社当天援引分析人士称，韩国外交部和统一部长官职位同时由重量级政治人物获得提名，实属罕见，而这与韩国当前面临的外部形势不无关系。二人未来能否为化解半岛危机找到突破口，并实现韩国国家利益最大化，引起广泛关注。另有观点指出，现届韩国政府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主要由青瓦台定调，而此次朴振和全宁氏2人的启用，则有望强化这2个部门的自主性。特别是在朝韩关系近年来陷于僵局之际，统一部甚至一度传闻将被废除。尹锡悦提名全宁氏为统一部长官，旨在力挺该部，并向朝鲜释放该部将发挥积极作用的信息。朴振议员和全宁氏大使都是在韩国非常资深的保守势力政治家，那么这种情况呢，也体现出了尹锡悦对于外交工作和这个对朝工作的高度的重视，特别是在现在韩国国内这个国会朝小野大的形势之下，那么其实这个国民力量党还是比较缺议员的，在这样的形势下，仍然任命这2位议员做这个官僚高级官僚，只是体现出来第一个是重视。第二个是未来这2个部门，处理各自的业务上面可能会有更多的独立性和话语权。全宁氏周四就表示，朝韩对话目前处于停摆状态，朝鲜还在不断发起弹道导弹挑衅，如何为朝韩对话创造契机，令人苦恼。他强调，朝核问题是朝韩关系一大绊脚石，在朝鲜拥核且持续发展核武器的情况下，朝韩关系难以恢复正常。若朝方始终不响应韩方的对话提议，韩方也无法继续抛出橄榄枝，但只有重启对话，才能找到改善关系的方向。他也将在新政府成立初期努力创造对话契机。今年以来，朝鲜多次进行导弹试射，其中就包括3月下旬进行的新型洲际导弹火星17试射。而美日韩也相继表示，注意到朝鲜有重启核试的迹象。本月初，朴振作为韩美政策协商代表团团长访美期间，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智库等美国负责制定和执行政策的人士进行了近20次会面，其中包括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就各类议题广泛交换意见，而朝核安全是其中的关键。双方就重启韩美延伸威慑战略磋商机制达成共识。那么主要还是影响了现在的总体的
前几年一直以来延续下来一个对话的比较和平的这样一个气氛，那么使现在的这个紧张局势和对立进一步的激化，其实是不利于朝核问题、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的推进的。半岛局势升温之际，美国林肯号航母打击群本周一驶入朝鲜半岛东部海域，随后进入日本海，并在周二与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道七号导弹驱逐舰等举行了联合演习。美韩舆论均认为，此举或意在向朝方接下来可能采取的行动发出威慑信号。今年3月，林肯号航母就曾进入黄海，作为对朝鲜早前2次导弹试射的警告。我们也看到了西方媒体不断的在透露，朝鲜可能在4月份进行一系列的更新的这些核导的这些活动。那么美国也是想通过这个军事上示强的这些措施，能够在事先的吓阻朝鲜让他们不采取这些进一步的这个突破之前红线的这些行为。但是总体上来看呢，美国一直以来采取的这些措施并不是很有效。美国它更深层的目的还是要拉拢它在这个地区的盟友，比如说韩国和日本，加强这2个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尹锡悦竞选纲领中曾表示，要在外交安保方面重建韩美同盟关系和加强全面战略同盟关系，主要就包括参与美日澳印的4方安全对话机制。尹锡悦指出，将正式参与4方安全对话旗下疫苗、气候变化、新技术工作组，并开展相关合作，日后寻求正式加入该机制的方案。此举也被视为会对中韩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有日本媒体报道称，尹锡悦方面考虑作为观察员出席5月下旬举行的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尹锡悦发言人在周4的韩国总统职务交接委员会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相关报道并不属实，这仅是日本媒体的报道而已。尹锡悦方面的相关人士也否认称完全没有访日参加会议的计划。